叫四大校花被我舔过仨，唯一没看上的林慕瑶，却在多年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影后。全网直播颁奖采访环节，主持人让他给生命中最遗憾的人拨打电话。我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问我，当年你没选择我，仅仅是因为我穷吗？我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臂，浅笑着说道：林慕瑶，你能借我5万块吗？下一秒电话被猛地挂断。林慕瑶看着镜头微笑，现在没有遗憾了，唯有庆幸。那一刻我也笑得释然。主持人连忙附和，人生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，有些人不值得留恋。直播间的弹幕上都是对主持人言语的支持，偶尔夹杂1-2句骂我的声音。那么接下来该轮到宋谨言了。主持人热情地对着站在林慕瑶身旁的宋谨言说道。宋谨言微笑着答应，他拿出手机毫不犹豫地拨打了电话。电话铃声在直播间响起，直到林慕瑶把手机拿起来，所有人才知道宋谨言的电话是打给林慕瑶的。林慕瑶看着宋谨言，宋谨言笑着示意他接电话。直播间疯狂了，不会吧，我磕的 CP 要成真了吗？别让我失望啊！林慕瑶和宋谨言绝配啊，宋谨言真勇，我太爱这一对了。林慕瑶配合地接通了电话，宋谨言眼眶红透。林慕瑶，我等了你很多年了，从高中到大学到娱乐圈，从群演到影后，从你爱他到现在，而现在你放下了他，能接受我了吗？他的声音中带着卑微和诚恳，直播间的粉丝全部都在起哄。答应宋谨言，快答应他呀！忘了那个没心没肺的男人。宋谨言居然陪了林慕瑶这么多年，你们不在一起都天理难容。可林慕瑶始终低着头，迟迟没有回应。宋谨言的眼眶就这么一直红透，仿若闪烁着泪光。许久后，林慕瑶终于点了点头。那一刻，宋谨言瞬间欣喜若狂，他眼里的泪水似乎更加明显。直播间都在恭贺，都在祝福着台上的人，我的嘴角也扬起了释然的笑容。可直播结束后，我的手机却突然收到到账5万块的短信提醒。我没想过林慕瑶会真的给我打钱，但这钱我收下了。我也确实缺钱，而对林慕瑶而言，或许她就是想要给自己所谓的遗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我也没想过会再和林慕瑶见面。如果不是她来医院拍电视剧，我在病床上听到旁边的病友兴奋地说道：天啊，真的是林慕瑶吗？林慕瑶居然来医院拍电视了，我好激动，我好想下去要签名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我。林女神本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。病友趴在窗户上激动地朝我喊道：顾晨，你赶紧过来看看，真的超级漂亮。我终究还是忍不住，和病友一起站在阳台上，下面很多人，但一眼就可以看到星光闪耀的林慕瑶。她此刻坐在一边的休息椅上后戏，宋谨言在她旁边和她有说有笑。这两人真的好配啊！病友露出一脸姨母笑，随后又愤愤不平地说道：到底是哪个男人那么不知道珍惜？更可恶的是，林慕瑶上次给他打电话，他还想着要林慕瑶的钱，太不要脸了。他肯定不知道林慕瑶当时在做直播，估计现在场子都悔青了吧。病友一直在喋喋不休，突然一下又猛地激动了起来。林慕瑶往上看过来了，病友兴奋不已。也在那一瞬间，我直接转了身，他应该没有看到我。这时护士拿来手续单对我说道：16床顾晨，出院手续都办理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回去之后记得定期来复查1个月1次，如期间遇到不舒服也要及时来医院。病友不舍得和我道别，真羡慕你可以回家了。我柔声回道：别羡慕，你还有希望，而我没有希望了。我在5年前查出了血癌晚期，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做移植手术，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当我踏出医院大门时，再次看到了林慕瑶，她也看到了我，猛地拽住我的手腕，用尽力气将我拉进了她的轿车。一上车，她就问我：顾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尽量让自己笑得自然。我说我是提前知道你要来医院拍戏尾随而来的，你信吗？林慕瑶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里都是厌恶。你又缺钱了？我爽快承认。是啊，上次你借我的5万块花完了，还能再借我一点吗？林慕瑶压抑着怒火问我：凭什么？我笑着回道：要不我陪你几碗。林慕瑶的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顾晨，你恶心到让人作呕。说完，他愤怒地将我赶下车离开。看着他那远去的方向，我眼前逐渐模糊。5年前或许是个人选择，5年后就真的是被迫无奈了。我站在马路边等苏柔来接我，她一到就连声道歉：不好意思，顾晨，我来晚了，公司一堆破事。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帮我把行李放进了后备箱。都说了我自己可以回去。苏柔很认真地说道：那怎么行？工作哪有你重要？我也没太客气，坐进了苏柔的小车。苏柔把我送回家时，我随口提了句：有空我们一起去看看墓地。我说得很平静，苏柔的眼眶却一下就红了，她把头扭向了一边。我这段时间都在加班，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行。我笑着说好，我没有揭穿她的谎言，毕竟她刚刚才说了，工作哪有我重要，她只是没法面对我的死亡。晚上我迷迷糊糊睡着后，电话突然响起。怎么了，苏柔？我没看来电就按了接听键，这么晚能找我的就只有他了，准确说我身边的朋友也只有他一个。在等他吗？那边传来林慕瑶冷漠的声音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想都没想过他还会给我打电话，我以为今天说过的话已经够伤人了。我在南园路，我喝醉了，你来接我一下。说完电话就断了，犹豫了至少半个小时，我还是打车过去了。现在是凌晨2点，街道空荡荡，我去的时候没看到任何一个人。站在路灯下，我望着孤高天空中那一抹残缺的月牙，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感受，或许更多的是庆幸，庆幸林慕瑶只是在报复我，庆幸他不会再记得我。我转身想要离开的那一刻，身后传来了一个温软而熟悉的嗓音：顾晨。我转头看到了站在黑暗角落里仿若被抛弃的女人，心痛的猝不及防，几乎是那一瞬间让我倏然回想起5年前我们分手的画面。在那条街也是这样一个冷夜，他抱着我求我不要离开，他红着眼眶说他一定会出名，一定会赚很多钱，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就一点时间。那时的我冷血又残忍，我说林慕瑶，我受够了，受够了住在寒冷的地下室，受够了每天东躲西藏的生活，我受够了为了你的梦想而放弃我的人生，我累了，
哪怕以后你成了大明星、大富大贵，我也绝不后悔今天的选择。那时的林慕瑶站在路口，看着我上了苏柔的车，她孤独而破碎的身影，让我在后来无数个午夜梦回时都止不住泪流满面。此时林慕瑶忽然开口：“顾晨，你真的后悔了吗？”看着她猩红的眼眶，我一时无法分辨那到底是难过还是愤怒。我还未开口，林慕瑶突然拽着我的手，直接把我拉进了她的高级轿车。我坐在车里，安静的仿若空气。我不知道林慕瑶要做什么，也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。林慕瑶开着车，突然冷声开口：“什么都不问吗？”我微笑着：“将死之人其实什么都看得特别明白。”我转头看她，林慕瑶，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有一天我会坐上这么豪华的轿车。她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好半晌才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是你自己没那个命。”是啊，我真的没那个命啊。轿车停了下来，我看着陌生的环境，迟迟没有下车。怎么还要我帮你开车门吗？林慕瑶讽刺我。说完，车门已经被她猛地打开，我再次被她狠狠地拽进了电梯，然后去了她家。豪华大平层，可以俯视整个城市的夜景。犹记那年冬天，我们还在地下室相拥取暖，我被冻到不行，开始幻想我想要一套大房子。现在林慕瑶实现了，我站在偌大的客厅里，拘谨着有些无措的那一刻，林慕瑶突然把我拉到沙发上，然后直接坐在了我的大腿上，温柔的鼻息传入我的耳朵。顾晨，这是你说的？说完，他就开始拉我的衣服。我试图推开他，却又不忍心伤害他。可我真的不想和林慕瑶这样，不想以这种不堪的方式从他的世界彻底离开。10分钟后，林慕瑶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急促的铃声一道道在耳边响起。他终于还是接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宋景言虚弱的声音：“林慕瑶，我发烧了，你在哪里？能送我去医院吗？”林慕瑶从我身上离开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脸色惨白的躺在沙发上，一直紧握着的手机上还显示着我刚刚拨给宋景言的电话记录。我穿好衣服，帮他整理好沙发的凌乱。开门那一刻，才发现林慕瑶从外面把门反锁了。我有些颓败，我不知道林慕瑶多久才会回来，也不知他回来后还会做什么。我百无聊赖的在他家参观，我走进了他的卧室，坐在他的书桌前，看到了他的日记本。原来林慕瑶还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翻开了那本日记。2018年1月12日，顾晨离开了，跟着苏柔离开了。果然誓言都是屁。2018年2月12日，顾晨离开1个月，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，是苏柔接的。他说他和顾晨很好，让我不要再去纠缠他。顾晨这么好的男人，不应该为了我的梦想放弃一切。苏柔说的很对。2018年7月12日，顾晨离开半年，我接到了一个很好的剧本演女二，这是我做梦都想要得到的角色，但真正拥有这一刻，我却好像没那么高兴了。大抵是我想要分享的那个人不在了。2019年5月27日，顾晨离开500天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过得好吗？和苏柔结婚生子了吗？祝幸福。2020年1月12日，顾晨离开2年，我今天来大理拍戏了。顾晨一直说想要来大理，想要感受1年4季的春暖花开，想在海边听风雨，想在蓝天下喂鸽子。我想告诉顾晨，有些风景并没想象的那么美好。2020年10月18日，顾晨离开2年7个月0.6天，今天拍戏吊威亚从上空摔了下来，那是我觉得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，所以醒来后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顾晨。我想告诉他，我现在很有钱了，我们不用再睡地下室，我们不用再吃泡面，我们可以吃遍全世界的山珍海味。我不会再委屈他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。可真正见到顾晨那一刻，我却没有勇气靠近。我看到他和苏柔提着超市的购物袋，有说有笑的一起回了苏柔的住所，我就站在离他不到10米的距离，可他没有发现我。2021年4月3日，顾晨离开3年2个月零22天，今天我去买房了，经纪人建议我买别墅，他说私密性更好，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市区大平层。顾晨说他喜欢大平层，有落地窗可以看夜景，万一哪天顾晨和苏柔过得不好，他就可以直接搬来这里。2021年6月18日，顾晨离开3年5个月0.6天，我在娱乐圈的资源越来越好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不管什么剧本我都来者不拒，我的口碑越来越差，好多人都在骂我，网络暴力的杀伤力甚至比我想象中更大。我一度抑郁，但这段时间一个叫时光不负的粉丝不停地发私信鼓励我，他做我粉丝很多年了，应该是我一出道他就关注我了，但以前没这么活跃。记忆中好像就是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会发一句林慕瑶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，因为长命百岁这个祝福语让我对他印象深刻。毕竟人红了之后，我生日送祝福的粉丝很多很多，也不是每一个都会记住。而那段我最低谷的日子，就是他一直陪着我安慰我。他说谁都有跌倒的时候，爬起来就好。他说我是他见过最努力的演员。他说哪怕那些剧本不好，但他看到了我对角色的认真。他说他能够感觉到我对演戏的热爱。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影后。他好像很知道我想要听到什么。不得不承认，我好像真的被他治愈了。2022年4月12日，顾晨离开4年2个月，不出经纪人所料，我脱产拍戏。离开8个月后，我的人气遭遇了滑铁卢，有过失落，却也不曾后悔。之前那几年扎堆拍戏跑通告，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。现在趁着这段空余，我做了旅行计划，其实不需要做。顾晨之前说过很多想要旅行的地方，他说他要去迪士尼，去感受童话故事里的绚烂烟花，他要去长白山，享受有钱人在雪地里泡温泉的奢华，他要去华山，他要爬到最顶峰看日出日落，他要去西藏，去离天最近
近的地方。他要去内蒙古的草原上策马奔腾，只是一个人的旅行有点孤独。2023年2月12日，顾晨离开整整5年。我那部文艺片一经播出突然爆火，我的演技得到专业认可，我甚至凭借这部电影拿到了最佳女主角的大奖，我又翻红了。我接受直播采访时，主持人让我给人生最遗憾的人拨打电话。整整5年，我再次鼓起勇气给顾晨打了过去。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是因为我很穷吗？其实我想问的是，我现在有钱了，你能回来了吗？他没回答我，而是问我借5万块钱。那一瞬间心凉的透彻，不是受不了他一开口就问我借钱，而是他平淡而冷漠的口气，让我深刻感受到他真的离我很远很远了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我想我应该没有遗憾了，所以我答应了宋谨言的追求。宋谨言确实陪了我很多年，从高中到现在，还为了我去西北拍8个月的戏，我没道理拒绝他。直播结束后，工作人员都在恭喜我和宋谨言这么多年终于修成正果，那一刻的我却鬼使神差的给顾晨打了5万块，就当给自己买一个教训。日记在这里就结束了，我的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浸染了他的笔记本，我小心翼翼的擦拭干净，把日记本放在了原来的地方。那天晚上林慕瑶没有回来，我在他的沙发上蜷着身体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天都亮了，林慕瑶也回来了，他把早餐放在桌上，我走过去坐下，早餐很丰富，有面茶肉包子、豆腐脑豆汁羊杂汤和烧饼。突然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时，吃个早餐都要精打细算，骨子里面的节约让我觉得实在很浪费，所以我随口说了句吃不完吧。没让你吃完。林慕瑶没好气地说道。我没再多说，对现在的林慕瑶而言，这着实不算什么钱。我坐在饭桌前慢悠悠地吃着，林慕瑶坐在我对面却并没有动筷子。我问她，你怎么不吃？吃过了。林慕瑶说道。是和宋谨言一起吃的吗？我浅笑着问道。林慕瑶默不作声。我又说，林慕瑶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林慕瑶抬眸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惊讶。我们说过一起去迪士尼，一起去长白山，一起去。好。林慕瑶一口答应了。我给苏柔打了电话，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林慕瑶站在我旁边带着讽刺的笑。我对苏柔撒谎了，我没告诉她我跟着林慕瑶一起，我只说我要回老家一趟，回去散散心。苏柔很支持我，还交代了我很多，事无巨细。我和林慕瑶第一站就去了长白山，听说那里还有积雪梅花，我们入住了酒店，换上了泳衣，然后去雪地里泡温泉。我身上裹着很大的浴袍，林慕瑶已经在私人汤池里面了。她嘲笑我裹这么紧做什么，又不是没见过。不是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怕她看到我骨肉如柴的身体，吓到她。我磨蹭着还是脱了浴袍，走进了汤池。我缩在一角，我们俩离得很远。林慕瑶看了我许久，突然朝我走来，她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眼底都是愤怒。和苏柔这几年你就过成这个鬼样子，现在不都流行骨感美吗？你们娱乐圈的男明星不都这样？林慕瑶甩开我的胳膊，狠狠地冲我说道，丑死了，然后愤怒地离开了汤池。我看着林慕瑶的背影，她身材真好啊，妩媚动人。林慕瑶走后，我在汤池里泡了很久，毕竟这么舒适的生活没下次了。泡完澡回到房间时，林慕瑶已经让人送来了晚餐。我们坐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残雪，吃着高档的牛排。林慕瑶看我放下刀叉，口吻中带着命令，多吃点。我应了一声，我吃饱了。自从开始做化疗后，我的胃口就越来越差，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了1小坨饭，今天已经很勉强了。林慕瑶一把拿过我的餐盘，有些暴躁地将我剩下1大半的牛排切成许多小块，然后推到我面前，全都吃掉不准剩。他以前不这么霸道的，果然当了大明星就不一样了。我吃完整整1份牛排，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么多了。吃完之后胃里面就难受了，想吐又不敢，就噎在那里。睡觉的时候辗转反侧不舒服。睡在我旁边的林慕瑶在身后突然问我们还是睡在了一张床上，只是中间隔了至少3个人的距离。林慕瑶并没有再对我主动做什么逾矩的事情。我僵硬着身体一动不动，我不知道自己多久睡着的，我也不知道林慕瑶多久睡着的。我们就保持着这样尴尬的姿势1个晚上。在长白山1周，我们去滑了雪，堆了雪人，打了雪仗，我们还去玩了漂流，然后我们去了渭南市，爬上了华山。我们在华山上看了日出日落，离开华山我们又去了内蒙古。在内蒙古的时间有些长，我个人想要多待一段时间。我喜欢那里的辽阔，喜欢那里的蓝天白云。我在草原上策马扬鞭，我以前其实并没有骑过马，这是第一次去，好像一点都不害怕。林慕瑶在后面追我，我隐约听到她在让我慢点，声音里带着恐慌。我果然还是从马上摔了下来，鼻血都摔出来了，流了好多，好久都止不住。林慕瑶手足无措，她扶着我就要送医院，我死活拒绝了。去了医院，瞒着她的事情不都露馅了吗？她骂我，你不想活了是吗？是。我很诚实的点头，我只是活不久了，你怕我死吗？我突然问他，林慕瑶冷冰冰地说道，死了最好免得祸害人。可那天之后，林慕瑶却再也不让我去骑马了，她就陪着我在草原上漫步。那几天我经常听到她半夜接通电话，不是经纪人打来的，就是宋谨言打来的。我知道我拖累了林慕瑶，林慕瑶现在的势头正好，这个时候更应该借助这个热度，稳固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，而不是突然像消失了一般。是我任性了，林慕瑶，我们回去了吧。我突然开口，此时的他正坐在酒店的电脑前做去西藏的攻略。去西藏的时间会比在内蒙古更长，所以旅途需要考虑的就会更多。他做得很仔细，他抬眸看着我。我说苏柔打电话来催我回去了。我看到林慕瑶笑了，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他说，顾晨，我很好玩是吗？我沉默不语。林慕瑶摔门而去，可我终究没有勇气叫她留下。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准备自己离开，打开房门就看到林慕瑶站在门口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让我觉得她昨晚哪都没去，就在这里。我的心口痛到窒息，脸上却依旧平静淡漠。林慕瑶说，去上海。我怔怔地看着她，耽搁不了你
几天时间。林慕瑶冷漠又倔强，我还是跟着林慕瑶去了上海，去了迪士尼，却如他所言耽搁不了几日。我们去看了烟花，在人群的阵阵尖叫声中，看着漫天飞舞的烟花缓缓消散，像生命一样销声匿迹。我转头偷偷去看身边的林慕瑶，她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全副武装的掩饰自己。可那一刻，我还是清楚地看到了她眼眸中的璀璨，就像她余下的人生一样，还有很多美好。我垂眸之际，身体突然被她紧紧地抱住，两个人的心跳都很快。这一刻，我却不想去推开她，她抱了我许久。烟花散去，人群散去，工作人员开始催促游客离开。她踮脚隔着口罩亲吻着我的唇瓣。顾晨以后要好好吃饭。我拼命的点头，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怕我一开口，我坚持了那么多年的防线会一瞬间崩塌。我们回到了酒店，我以为今晚之后，我和林慕瑶就结束了，我们彼此不会再有遗憾。可第二天天还未亮，林慕瑶的电话就被打爆了，因为她上了热搜。新晋影后林慕瑶疑似劈腿，纯情小白花人设崩塌。林慕瑶携英俊男子出游迪士尼激情拥吻，林慕瑶宋谨言分手。林慕瑶接了一个上午的电话，事情好像很严重。下午林慕瑶的经纪人来到了上海，经纪人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可以说对我是厌恶到了极致。他和林慕瑶在房间里面讨论着怎么公关，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。经纪人放下狠话，林慕瑶，我能把你一手捧起来，也能让你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这时我开了口，林慕瑶，我想离开了。他紧紧地看着我，我低垂着头不敢去看他。我想回去了，苏柔还在等我。他质问我，你以为我们的照片现在被网上大肆传播，苏柔没有看到吗？我还未开口，他斩钉截铁地说道，我会处理的。经纪人激动了，你处理你怎么处理？林慕瑶又要和经纪人吵起来。我又开口道，林慕瑶，我不需要你为我处理什么，我要回去给苏柔解释。林慕瑶脸色阴了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林慕瑶想要掐死我，可最后她也只是冷冰冰地丢下一句随便你。说完之后转了身，我没去看她的背影，只对经纪人说了句麻烦你了。经纪人带着我从酒店的后门离开，那里停着一辆保姆车，我坐上去那一刻看到了宋谨言，他看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，顾晨，当年你答应我什么了？当年我和林慕瑶分手的时候，答应过宋谨言再也不会出现在林慕瑶面前。宋谨言看我没有说话，又愤怒地说道，我早说过，你只会拖累林慕瑶。5年前，林慕瑶因为你在娱乐圈一直不能发展，5年后，林慕瑶又要因为你重蹈覆辙吗？宋谨言说得很对，5年前要不是我，林慕瑶在娱乐圈早就发展起来了。他刚毕业那年被星探发现进入了娱乐圈，他其实也纠结过，但对比起来进娱乐圈确实更容易赚钱，换成其他普通工作，我们一辈子也别想在北京买房。可林慕瑶签约经纪公司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接到的都是一些微乎其微的小角色。刚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林慕瑶时运不济，毕竟她那张脸稍微包装一下就是王炸。后来林慕瑶一次拍戏受伤，我才从宋谨言口中得知，林慕瑶因为我推掉了很多应酬，而她那张我引以为傲的脸反而成了她发展的阻碍。很多投资方看着她那张脸就动了歪心思，她一旦拒绝就会被恶意打压。如此2年，林慕瑶在没什么收入的情况下，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，还要去给剧组的主演做高难度的提升，一次一个失误，从2米高的台子上摔了下来，差点摔断了腿。那天在医院，宋谨言直接给了我一拳，他说，你只要离开林慕瑶，我会找资本捧红她，只要有一个平台，林慕瑶就可以大红大紫。离开林慕瑶，你要多少钱？我倾家荡产都满足你。我问他，一定要我离开他，你才会帮他吗？宋谨言斩钉截铁地说道，我没那么伟大。我看到病床上满身是伤的林慕瑶，回想起我每次去剧组看到的都是林慕瑶对每个人的卑微姿态，想到这么多年林慕瑶和我住的那个寒冷地下室，她真的可以走更远的。我同意了，但我没要宋谨言的钱。不过宋谨言最后还是给了我100万，也就是那100万其实在某段时间救了我的命。我离开林慕瑶半年不到，查出了血癌。苏柔一直以为我是因为得病才选择离开林慕瑶，我没有解释，我也不想破坏宋谨言在苏柔心目中的男神形象。我后来甚至还有些感激宋谨言在苏柔心目中的男神形象。他真的让林慕瑶过得越来越好。我问宋谨言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林慕瑶吗？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我。他说，顾晨，你别怪我，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你和林慕瑶根本没办法在一起。只要外界认定了林慕瑶始乱终弃，他立马就会塌房。他一旦塌房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毁约，而有些毁约是要赔偿违约金的。现在林慕瑶手上的合约加起来，绝对可以让他赔得倾家荡产，甚至负债累累。我淡定看着宋谨言，你直接说重点吧。宋谨言也很直接，你出面给林慕瑶澄清，你说你就是林慕瑶口中抛弃他的人。现在林慕瑶发展好了，你又想要和林慕瑶重新在一起，但被林慕瑶拒绝了。你不甘心，就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他陪你去一趟迪士尼看烟花，然后就不再打扰他。现在林慕瑶彻底不理你了，你很后悔，所以把一切真相都说了出来，希望所有人可以相信林慕瑶，一切都是你的错。我听着宋谨言的话思考了许久。就这样吗？话思考了许久。就这样吗？后面的公关我和林慕瑶的经纪公司会处理，你只要做好这个就够了。宋谨言很坚定地说道，随即又补充了句，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你。意思是他又会给我钱。我答应了，5年前都没有犹豫，更何况现在我都要死了，我唯一的遗愿也只有林慕瑶可以好好活着。所以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录制了视频发布在了网上。视频一出，很快冲上了热搜。林慕瑶劈腿对象是初恋，初恋主动为其澄清反转，林慕瑶被初恋暗算，初恋承担所有错误。宋谨言为林慕瑶发声，坚定不移地相信林慕瑶。在那一刻，我接到了林慕瑶的电话，谁逼你这么做的？我的经纪
纪人还是宋谨言？是我自愿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林慕瑶不相信。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收了你经纪人200万。林慕瑶在那边沉默了很久，我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。我只知道我心痛到麻木。好久，林慕瑶的口气突然平静的吓人。他说我现在的身价还比不过200万吗？撒谎都不会。你经纪人说，你要是这次塌房，别说200万了，你会赔到倾家荡产。林慕瑶问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别说200万了，你会赔到倾家荡产。林慕瑶问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答道，人都是现实的。我只要官宣我们的感情，我的纯情人设还在，我不会塌房。我唯一对不起的只有宋谨言，但这些我的经纪公司会处理，他们不会放弃我。我现在很赚的。林慕瑶声音中带着细微的哽咽，我紧咬着唇瓣不敢出声。此时的我也已泪流满面。林慕瑶失声问我，为什么你就是不信我？当年如此，现在也如此。我不是说过我会处理好的吗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口吻平淡而冷漠。忘了我吧，我不值得。他笑了，不知道在嘲笑我还是在嘲笑他自己。顾晨，我这辈子活该被你这么一次次的践踏。林慕瑶的负面新闻很快被压了下来，如昙花一现。林慕瑶依旧是那个顶流，她和宋谨言这对 CP 依旧被人磕到爆。他们一起上了很多恋爱综艺，一起出门旅游，他们彼此会去彼此的剧组探班，他们一起回家，一起同进同出。我偶尔会被媒体拉出来炸个实，除了引一波流量，更多的是为了凸显林慕瑶和宋谨言之间的感情。我已经半年没有去医院复查了，医院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都忽略了，直到那天早上我醒来后看到床头上都忽略了，直到那天早上我醒来后看到床头上都是血，还是被吓到了。我只能求助苏柔，苏柔算是一路陪我走过来的，但这一次她见到我的第一眼，眼泪一下就忍不住流了出来。顾晨，你怎么把自己糟蹋成了这个样子？我没有糟蹋自己，是病魔缠身，我也控制不住，甚至我真的有听话的好好吃饭。苏柔送我去了医院，我被医生一顿骂，说让我每个月都去复查，我不去现在好了，病情严重了。我问他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医生轻轻地说道1个月，或许还不到。我心还是痛了一下，原来我只剩下1个月了。当时查出血癌的时候，我就以为我要死了，坚持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做好了死的准备，真正到这一刻却好像又有点接受不了了。但我没哭，苏柔在旁边突然哭得撕心裂肺，我拽着苏柔离开了医院。其实医生也有建议我留在医院，说万一还可以抢救。然后抢救过来又等死吗？我觉得医生有时候也挺幽默的。我坐在苏柔的车上，苏柔就一直趴在方向盘上哭。苏柔，你别哭了好吗？我有些无奈，为什么好人就是得不到好报？顾晨，你这么好的男人，为什么会遭遇这些？苏柔大概是终于忍不住把心里的难受说了出来。说不定我上辈子作恶多端，所以这辈子才没得好过。但我相信，我下辈子一定会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苏柔听到我说的话，哭得更凶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答应我要陪我去看墓地的，你不要让我死了都没处安放。我催促着苏柔，苏柔擦了擦眼泪，点了点头。我和苏柔回了我的老家。我其实不喜欢这座城市，我童年的所有不幸都在这座城市。唯一庆幸的是，我在这座城市遇到了林慕瑶。可落叶总要归根，北京终究不属于我。我和苏柔跑了很多地方，我看上了一片荒野，那片荒野面朝大海，周围长了很多芦苇，一眼望去真的很美。苏柔很不喜欢这里，这么偏僻，周围啥都没有，你不怕吗？你听说过鬼会害怕吗？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就行了。我喜欢白菊花。说完又突然想到从北京来这里有些太远了，于是改了口，5年一次也行。我这个人最耐得住寂寞。苏柔眼眶又红了。选好了墓地，我也不准备回北京。北京我没有家，房子一直是租的，房东对我很好，我不想因为我的死影响到他以后的出租。当然这里我也没有家，很好，我不想因为我的死影响到他以后的出租。当然这里我也没有家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就去住本地的医院，死在医院就不会影响到任何人，只是死了之后还得麻烦你从北京来这里给我处理后事。我把我的安排给苏柔说了之后，她死活也不肯回北京，非要陪着我。我还是让苏柔回去了，她不能为了我连工作都不要了。但我答应了她每天和她视频，她怕我就这么静悄悄的死了。我其实不会，我还要麻烦她把我埋葬在我喜欢的地方。她回去之前鼓起了很大的勇气问我，顾晨，你真的要一直瞒着李慕瑶吗？你告诉她了。我一下变得紧张。没有。苏柔连忙安慰我，我不会。我平静下来，也觉得刚刚的自己太激动了。我只是觉得。苏柔似乎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坦白道，李慕瑶给我打过电话。我诧异的看着她，她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我不想瞒你。苏柔直言道，是你和李慕瑶的事情。东窗事发后，你发视频给他澄清的第2天，他打电话来给我解释，他说你和他没有什么，你们没有做过任何逾矩的事情，亲吻只是告别，而且还戴着口罩。他还强调说你很爱我，哪怕他用金钱诱惑你。我默默的听着，不敢去想象林慕瑶给苏柔解释时的心情，分明都那么恨我了，却还在卑微的为我考虑。这段时间，林慕瑶和宋谨言感情这么外放，我总觉得不只是为了给大众一个交代，他还在故意做给我看，就是想要让我相信你们之间没什么。苏柔边说边叹气，我的眼泪也顺着眼眶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我说，苏柔，这就是我要瞒着林慕瑶的原因，人都是相互的，他处处为我考虑，我何尝不是？苏柔理解我，她只是在惋惜我和林慕瑶的感情。苏柔走后，这个城市就剩下了我一个人，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就是看林慕瑶的电影电视剧了。我把她所有的电影电视剧都翻出来看了个遍，可那天我在走廊上散步，却碰到了宋
他武装的很严实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从我身边走过，没认出我。我现在的样子很难让人认出来了。我去医院的后花园晒太阳，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。顾晨，我睁开眼睛看着他，真的是你？他惊讶道：“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往周边看了看。林慕瑶不在，他惊讶道：“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往周边看了看。林慕瑶不在，我回来看我妈，她生病了。要不是我去医院查了一下，我根本不敢相信你就是顾晨。他狠狠地看着我，似乎还是不能相信。你怎么会这样？你去医院查了，不就应该知道了我所有的情况吗？我淡淡的回答道。宋谨言默认了，下一刻又突然变得激动。林慕瑶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就是你离开他真正的原因，算是吧。宋谨言咬了咬唇瓣，又说道：“医生说你活不了几天了。”对，我不会告诉林慕瑶的，我不会告诉他你要死了。宋谨言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宋谨言转身就走了，可那一刻我恍惚看到他眼眶好像红了。等待死亡的日子过得很，却又转瞬即逝。我终于要死了，就好像真的有感知一般。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就是要死了。我给苏柔发了视频，我说我不行了。苏柔放下工作赶了过来，她来见到了我最后一面。我说苏柔，我有些遗言要说。她点头，疯狂地点头好。你说我用手机记下。我想笑，可我已经笑不出来了。我其实也没太多的遗言，我就是手上还有些钱。之前宋谨言给我的100万我用的差不多了，后来宋谨言给我的100万我用的差不多了，后来宋谨言给我的200万我还一分没动。我把钱分别储存在了2张银行卡里面，一张给我妈，但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，另外一张苏柔你自己留着。这些年多亏了你，我一个人真的太寂寞了。苏柔，我还有一个遗愿。我声音变得很小很小了。苏柔点了点头，我记着。我张了张嘴，我太累了，我不知道我说出来没有，没有就算了，其实也不太重要。我重重地闭上了眼睛，那一刻我看到了还是少女的林慕瑶，她穿着白色裙子，干净又清澈。她坐在我旁边的位置，用自己帮我挡住刺眼的阳光。我趴在课桌上睡觉，耳边是她温柔的声音：“顾晨，你安心睡，我陪着你。”我嘴角扬起笑容。林慕瑶，如有来世，我一定不负时光，不负你。后记林慕瑶视角。很久没有回过老家了，这次因为拍戏我回到了那座城市，我去看了我母亲还有我弟弟，他们对我很客气，不管如何我每个月都给了他们很多钱，看在钱的份上他们也不至于给我甩脸色，但没有感情就是没有感情。我从家里离开那一刻，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如释重负，我想我应该很久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我在老家拍的最后一场戏是在一个海边，那里很偏，但很适合拍外景。我后期的时候为了找感觉随处走了走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土坟，小小的一个，孤孤单单的在一片芦苇之中，前面摆放着一束已经枯萎的白色菊花，我都不敢确认这是一座坟，毕竟谁会把自己埋葬在这里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后人一年到头想要来拜祭都难。可不知为何我看到土坟那一刻，心口突然就一阵钻心刺骨的痛，就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人埋在了这里，亦或者因为坟实在太孤独，所以产生了怜悯。我分辨不出来，我只知道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一直往下掉。我甚至回到北京后还会经常想起他，一想起心口就会痛，密密麻麻的痛。大学同学会，班长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参加，他说大明星不能耍大牌。我随口问了句：“苏柔会来吗？”他说会，我就去了。我想苏柔会来，顾晨就会来。我不是对顾晨还放不下，好吧，我不想骗自己，我就是想要看看顾晨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因为我而影响他和苏柔的感情。结果同学会那天我没看到顾晨，只看到苏柔。酒过3巡，我问苏柔：“顾晨呢？怎么没来？”他看了我许久，然后低下头，什么都没说。我想他终究是对我介意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。同学，然后低下头，什么都没说。我想他终究是对我介意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。同学会散场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男人来接苏柔，他们看上去很亲密。苏柔他是谁？我没忍住质问他。我是她老公。男人自我介绍。什么意思？顾晨呢？你和顾晨分手了？我不相信。对，分手了。苏柔看着我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？就因为那次？可我给你解释了。我慌张地说道。是我作为女人，我介意有错吗？我一巴掌打在了苏柔的脸上，苏柔没有还手，很多人过来拉住，失控的我站在原地很久都没有反应。顾晨去哪里了？我问苏柔，苏柔没有告诉我。可那之后我不能自己的想顾晨，我认输了，哪怕顾晨怎么伤害我，我还是忘不了他。我跟宋谨言坦白了，对不起，我要去找顾晨，在此之前我会先退出娱乐圈，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干扰我和顾晨的感情。这次不管发生了天大的事情，我也绝不会放手了。林慕瑶，这么多年，我终究比不上顾晨吗？宋谨言问我，我们交往2年了，你碰都不让我碰一下，我到底哪里比他差？我没回答，回答不出来。真正喜欢一个人是盲，我没回答，回答不出来。真正喜欢一个人是盲目的。林慕瑶，你确定要分手吗？他突然平静了，或许是心死了。对不起，我道歉。答案却很明确，他说：好，我们分手，但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和顾晨在一起了。我看着他，他笑得冷血。我没有顾晨那么伟大，所以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，我要让你悔恨一辈子。你在说什么？顾晨早死了，死了都快2年了。他狠狠地说道。你不知道吧？他很多年前就得了血癌，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匹配的骨髓，所以2年前就无药可救死了。对了，就是他第2次离开你之后的，没多久就死了。我不相信我听到的，宋谨言一定是疯了，疯了才会胡言乱语。他为了不拖累你，所以故意和苏柔在一起。事实上，从头到尾，他爱的人都只有你。林慕瑶，你知道他死前是什么样子吗？
吗？瘦的皮包骨头，像个行走的骷髅。宋谨言不停地说，我颤抖将他叫停。宋谨言，你够了！没够。他疯狂地继续说道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顾晨到底有多惨，为了你有多惨，而你却不珍惜他为你牺牲的一切。林慕瑶，你现在去找顾晨又算什么事呢？你口口声声说顾晨不相信你，可你又真的信任过顾晨吗？你要是真的信任他，就不会相信他会真的抛弃你，就不会在他死去2年后都不知道他为你做的一切。林慕瑶，你真是活该！我不想再听宋谨言说一个字，我转身离开了。我要去找顾晨，我要亲眼见到他。我没找到顾晨，因为顾晨真的死了。苏柔把顾晨的死亡报告和尸体火化单给了我，他带我去了顾晨的坟地。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看到那座坟会那么难过，因为顾晨埋在了这里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里。他是怕我找到他吗？所以把自己藏在了这么偏远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接受顾晨死亡的，或许我一直没有接受，我怎么能够接受顾晨就死了呢？宋谨言说的很对，我真的是活该，我不应该去质疑顾晨对我的感情，我不应该相信顾晨会真的离开我。分手那几年，哪怕有一次我去查顾晨离开的原因，哪怕有一次我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对我的感情，哪怕有一次我没有放手，我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对我的感情，哪怕有一次我没有放手，我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不至于和顾晨发展成这样。我现在遭受所有的痛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一天天的变得浑浑噩噩，有时候还会出现幻觉，我会时不时看到顾晨，看到他就在我面前，可每次我想要抱他的时候他就不见了。是不是要真的死了顾晨才不会消失？我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，是在我32岁生日那天，拿起刀准备割腕的那一刻，我收到了时光不负的生日祝福，他每年都送，从未断过，他的祝福语也从未变过。林慕瑶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！长命百岁！我活那么久做什么？可因为这句话，我鬼使神差的放弃了自杀。后来我每次有想死的念头，我就看看时光不负的生日祝福，每一年收到他的祝福时，我都会对顾晨说一声，顾晨，你看我又多活1岁了。我就这么一直反复，我活到了78岁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没办法等到他的下一个生日祝福，于是我第一次主动回了他的信息，我说明年不用再发了，谢谢你苏柔。很久后那边回复了一句好。我放下了手机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坦然的去见顾晨了。